大家好，我是可乐。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谷歌最新发布的 Stitch， 让它帮我生成一个夜视定位寻路的 App， 等待生成就可以了。好了，已经生成完了。然后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右键 copy to Figma， 我们点击转换，复制。直接去到 Figma 里面粘贴，好了，整个设计就做好了。而且它的设计是有，来看，它不是一张图片，而是有内容的，有形状的，有各种分组、结构、排列，随时可以改，想怎么改怎么改。大家已经看到了 Stitch 的神奇之处。那么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我想你们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花了半个小时，想尽了各种提示词 prompt。然后生成出一个设计页面，看着挺好看，然后拖进 Figma， 图层面板一打开，发现它只是一张图，就一张图而已，改不了，没有什么排列，也没有组件结构，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按钮的宽高我们都需要拿标尺去量，也没有办法改。但是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个东西，就是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谷歌刚刚推出的 Stitch， 大家请看。右键点击 copy to Figma 转换，等待一下，复制，直接粘贴就来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粘进来的是什么东西？不是图片，而是图层，有自动排列的，也有组件嵌套，甚至连命名可以看一下都是语义化的，这个才叫能用的好的工具。这也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或者说类似于 Web Coding 的概念，叫做 Web Design。 我们以前做设计的时候呢，比较难的一个点，或者说出图比较慢的点是什么？面对一片空白的画布只有文字需求，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无从下手。开发呢，它还得用标尺工具去量像素，然后导出切图，非常非常麻烦。那么 Web Design 呢，就跟 Web Coding 一样，不需要做这些重复性的没有任何价值的工作，只要我们表达清楚，告诉 AI 我们要什么， AI 就能给我们生成一个骨架。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当3月18号谷歌 Stitch 发布的时候，受影响最大的是 Figma 股价年内已经累计下跌 35% 了。非常尴尬的是，我是接了 Figma 的刀，在它高点的时候买了不少 Figma 的股票，现在是亏成马了。有换仓的打算了啊。那么什么是 Web Design 呢？就跟 Web Coding 一样，我们在业务中拿到需求或者上下文，然后用自然语言或者语音的形式告诉 AI 生成可交互的 UI 组件，从手动画图转向意图生成，零门槛输出的专业级输出。然后 Stitch 呢，它是一个原生的无线画布，就不需要再做很多那个 Tab 页去切换了。同时还可以并行生成，就是一句话可以拆分成无数种可能。比如说我这里说给我3个不同的菜单选项，适配深浅色模式， AI 的话就可以生成3种不同类型的风格的页面，最高可以同时并发生成5个独立的屏幕布局，这样我们可以告别线性改稿的地狱，甚至甲方不需要ABC Plan A Plan B Plan C 我们也可以给它。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叫做计时原型功能，按下播放键，静态页面就秒变交互的 APP， 给大家演示一下吧。计时原型，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功能尤其是在商务谈判的时候，产品经理会不会淘汰我不知道，至少设计感觉应该是要被淘汰。好，这就是原型交互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原型图还是有很多效果，包括输入输出按钮hover 的变色都很不错，基本上是可以对外进行演示了。那么接下来继续讲我们的 Web Design， 修改设计或者说2次编辑成本降至绝对零度。传统的流程是手动逐个页面更新，哪怕是用 AI 也需要不停的用提示词去修改页面，但 Stitch 的新流程就可以修改全局节点，然后 AI 自动同步。最重要的就是在 Figma 里面手动修改。当然了 AI 也有它的脾气，
或者说不足之处。它偶尔也会生成一些偏平庸的设计，以及难以处理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些定制化的业务逻辑。当然，最重要的是它不像人一样啊，它缺乏顶级设计师独有的灵气，或者更简单一点的说，就是个人风格。比如宫崎骏，我们一看那种风格的动画，知道是宫崎骏画的，但是 AI 的话还不具备这种创造力。当然了 ，AI 整个就本身就是负责下线的，然后我们人来负责上线。刚刚我也说了 ，AI 最擅长做0到1的事情，而1到100是人类最擅长做的。这里我也设计了一个工具矩阵 ，Stitch 适合0到1，Figma 适合1到100。然后主要输入呢 ，Stitch 就是输入自然语言，甚至可以输入语音。Figma 就是鼠标、手动绘制与连线。学习曲线的话 ，Stitch 几分钟就行，然后 Figma 可能需要几个月。成本的话 ，Stitch 目前来说是免费，然后 Figma 其实正常来说也是免费的，但是如果要使用 Figma 的一些 AI 功能，或者是组件开发的功能，就需要一些席位。我认为将来的 UI 设计应该是遵循这么一套工作流：第一，通过 Stitch 去进行构思，10分钟可以生成10几20个方向。第二呢，制定规范，提取设计系统与核心的组件库，利用 Stitch 进行极致发散，然后利用 Figma 进行严谨的收敛。导入 Figma 中就可以精细打磨、像素级的调整与复杂的工程交互。Stitch 其实并没有杀死 Figma， 只是接管了 Figma 的前置第一棒而已。随着 Stitch 的发布，AI 原生设计的时代已经到来，初稿变得免费且计时，把剩下的80%时间用在真正创造价值的地方。那么，希望大家今晚就用一句话生成你的下一个伟大的想法，直接开始使用 Stitch 吧。最后呢，我会再从头开始使用一遍 Stitch 生成设计图，中间会有一些额外的用法和功能介绍。刚才给大家演示的是 App， 现在我想做一个 Web 页面，看看 Web 页面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神奇的做出来。我跟他说我要做一个数据分析后台，左侧是导航栏，右侧包含折线图、数据卡片和操作按钮的仪表盘。确认。大家可以看这一部分啊，你看整个谷歌的这个设计很可爱啊，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点开的话，这个颜色也是很漂亮，就好像在跟我们说话一样。不管是谷歌的 AI Studio 还是这个 Stitch， 都遵循这么一套底层的设计方法，就是它是先设计出一套设计系统，以保证我们整个视觉识别的一致性，然后在这个设计系统的基础上生成界面。来了，你看到界面也很快生成了。接下来介绍 Stitch 第一个有价值的功能，变体。比如我想生成2个，然后让它更有创意，要修改的是颜色还有布局，全选吧。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当甲方了，我需要更高端大气上档次，就这个词啊，看看 AI 能不能完美的实现甲方的需求。好，又生成了2个变体，而且是创意变化非常大啊！再试一下，要玩就玩到位，加1个变体，输入甲方爸爸的终极需求，我要一个五彩斑斓的黑。哎呀，这个五彩斑斓的黑好像把 AI 给难住了，这次花了蛮长的时间，等待一下。哎呦，还真是五彩斑斓的黑啊！哎呦，居然真的可以实现，有点东西啊，厉害了！看来这个变体的功能是真的好用啊。接下来再介绍另一个好用的功能，就是多端响应式的这种变化。移动应用版本，同样是点这里啊，它就能一键生成移动端适应版本。
可以看到它不是简单的把桌面板缩小，而是真的做了一套移动端的布局重排。在早期阶段就能发现这些布局问题，比做完了再改省的时间，是以10倍来计的。再讲一下 Stitch 的第3个特性，我们看这个图层画板啊，它不是随便起的名字，这些名字本身就是语义化的，它就是组件的名称。当一个前端开发者拿到这些文件，他不需要再量什么尺寸，只需要看图层结构就能直接映射成 React 或者是 Vue 的组件数。第4个特性就是设计系统。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点击 Stitch 下面这个小按钮，有一个 Design Systems， 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加进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公司有一套自己的 VI， 它可以直接把它丢在里面，甚至点击一键切换就可以把 Stitch 生成的组件替换成我们自己有的组件库。设计系统切换，一键切换啊，直接就换好了。当然，我刚才给的那个设计系统本身是有一点点问题啊，它是一个暗色系的，也可以加我们自己的，还可以从一些网站上去导入设计系统。这个就是真的太好用了。比如说甲方想要做一个仿小米风格的、仿苹果风格的、仿华为风格的，就可以直接把设计系统导入里面，然后一键应用就做成了。其实也有一些坑，这些坑我之前有踩过，正好给大家也讲一下。第一个坑呢，就是虽然它的 copy to Figma 很强大比如这个页面我们已经 copy 进来了，但是呢，我们不是对某一个小地方不满意，我们对很多地方都不太满意。这样的话，手动修改可能会比较费时，倒腾来倒腾去，可能反而浪费了我们的时间。那么有没有办法直接在 Stitch 里面去修改我们的，就像 Figma 一样去修改呢？有的，就直接按一下修改 ，OK， 这样就可以相对精准的进行调整，尤其是改文本，看到没有？就可以去针对性的调整。第2个坑 ，AI 可以快速的把我们脑海中的布局想法变成一个可以讨论、可以迭代的骨架，甚至是可以拿出来进行脑爆的。但我们不能指望 AI 帮我做完所有的事情，比如一些复杂的交互逻辑、动画效果，以及最终的视觉精修，还有一些特别出彩的小细节这些依然需要我们在 Figma 里面花时间去打磨。总结下来呢，就是 Stitch 负责把我们的想法快速变成一个可以讨论的 UI 骨架， Figma 接过来，用我们熟悉的方式打磨细节，套用 Design System 就是设计系统，最后交给代码实现。因为结构已经是组件化，那么实现成本直接减半，甚至是砍80%。这2个工具就是完成了一场完美的接力赛。AI 不是用来替代设计者或者开发者，它是消灭那些低价值、高重复的体力活的。那么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用的最多的 AI 辅助工具是什么呢？是用来设计还是用来辅助开发？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聊。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觉得有用的话，希望大家点个赞，关注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可乐，大家拜拜。